我觉得上海人挺好，挺客气的，但是内心挺小气的。优越感是每个上海人都有的。阿拉上海人，阿拉310就是所以嘞，那又怎样？大家好，我是王秋冠，今天继续采访一下阿拉上海很有名的台湾人博主 Michael 886 ，AKA 最有家庭观念的男人。你在上海也生活了这么多年了，你觉得上海人怎么样？评价一下吧。我觉得上海人挺好，挺客气的，但是内心挺小气的。然后挺斤斤锱铢必较的，虽然表现得很大气，但是他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。就是我觉得我每次跟上海的 bro 出去玩或者去喝酒，他们都会我来，然后隔天不停的说他昨天来了多少，花了多少钱。我觉得那你要来你就来，你不来我来也行，没有必要就特别奇怪这样。或者是会在群里甩一个什么9600的账单，然后我就说然后 A 给他说不用，那你干嘛发？那这个好像也不代表所有上海人吧？不代表我只能说身边的。那么你说的上海人就优越感很强，也很喜欢装逼，这个怎么体现呢？我觉得上海人没有很喜欢装逼，少部分的人，但是优越感是每个上海人都有的。阿拉上海人，阿拉310就是所以嘞，所以那又怎样？你是310，你会多给我100块吗？你会多请我吃口饭吗？不，我觉得不是上海人的问题，我觉得是每个地方的人，本地人都有一个就对自己的莫名的优越感。因为我觉得上海是一个就是在国内发展数1数2的城市，所以有优越感也是正常。但是这个优越感并不是你的谈资，或者是你怎么样，你特别厉害，你特别牛逼。对，你有1套房2套房，所以呢，你又不会给我，你又不会过户给我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很多社交场合这是没什么必要的。你就觉得大家互相之间应该谦虚一点，是吧？像你们应该都蛮谦虚的吧？你们台湾那边？我觉得台湾人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。哦，是吗？也有啊，也有的。而且台北人，我是台北人，台北人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，但是都蛮傻的。就是以前我在台北读大学的时候，很多南部的大学的同学，台北人就会觉得他们都很土啊，或者怎么样。然后就台湾省里面的话，也会互相会有这个鄙视链。会的。然后很多台湾人以前大概我小时候来上海，台湾人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，因为台湾人是特别有钱嘛。但是你看现在你优越感有屁用？现在台湾那么惨。比如说你说上海人有些很装逼的，有些人他会怎么装逼呢？然后说我认识那个谁，那个谁是我朋友，然后那个谁是我兄弟，根本就不熟之类的。哎，这种人还真的是有超多的，尤其上海这种年纪大的这种亚瑟，特别喜欢装逼。也不用年纪大，就跟我同年纪的也可能是遗传的这个啊。那你隔天问他我说过这个话吗？就可能忘记。我以前就发生这种事，我那时候开夜店，我想要找一个上海的 rapper 来演出，然后我们也有微信的，但是我们不熟。然后那个 Beyond 我弟弟以前我看他长大就你那个上海的朋友会这样讲是吧？对，然后隔天就是我说你帮我联系一下，他说什么就他不回我了，我不知道。但我觉得上海的女生真的是相对比较作一点。上海女生比较作，这个是出了名的。我觉得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小孩特别好，尤其是对女生，对女儿特别好。对，所以就上海的女生真的是相对的比较麻烦一点，比你们台湾的要作嘛。台湾女生巨不作，我觉得台湾女生可能就穷养散养那种。那你觉得上海的，比如说那些弄堂里面或者小区里面的上了年纪的上海人呢？我都觉得他们都挺慈祥挺好，但有时候蛮烦的。为什么？我养了2条狗嘛，我每天去遛狗的时候，阿姨就会啰里吧嗦的，然后说什么你的狗怎么太大了什么之类的。我狗有狗证，他妈大关你屁事啊！或者是有一次那个我在遛狗，我有一只边牧，大概很大，然后有一个小朋友跟他爷爷奶奶吧，我不知道。在旁边玩，那小朋友跑过来，然后跌倒，然后开始哭，然后爷爷就说我狗咬他的小孩，然后就是巨生气这样，关我屁事啊！我觉得是上海的年纪大的老人，他特别轴，你知道吗？等会儿我要问你，你怎么确定他就是上海？他说上海话吗？说上海话，说上海话。我住的那个小区都上海，都特别轴，就是然后特别碎，就是会抓着一件事情就啰里吧嗦不放，